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有2个，一个是中共脱贫表彰大会的自洽和逻辑啊，那么另外一个是国资洽购这个苏宁易购国进民退啊，那么两个新闻。先讲这个脱贫大会啊，脱贫表彰大会啊，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月25号举行。那么这个大会呢规格很高啊，李克强主持大会，汪洋宣读表彰决定那么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那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出席。那么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那么决定指出，授予毛向林等10名同志，河北省赛罕坝机械林场等10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的荣誉称号。然后汪洋再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决定那么习近平为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那么会前，习近平会见了这个模范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那么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因公牺牲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亲属合并合影留念那么这个脱贫攻坚还会死人这我第一次听到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然后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成员，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3000人出席大会这是这个会议的规格。那么习近平讲话3点他讲话很长我就说3点。第一个他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是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那很自洽这个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功绩讲出来那么有2点值得一提一个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征程上，生命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彪炳史册又彪炳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扶贫工作牺牲了1800人。这扶贫工作怎么会死人呢这个和平时代一口气死了1800人，这个党怎么不管呢？这个我有疑问就没搞懂。就是扶贫攻坚，你带着钱下乡，住的老乡家里，帮助老乡脱贫致富，怎么会死人呢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他的讲话还说，8年来党和人民披荆斩棘这个发挥钉子精神，
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平中之平、奸中之奸，这什么鬼话？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大家就看见啊，脱贫工作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不想建成小康社会，这个脱贫就未必做得那么坚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那原来这个扶贫工作啊，这个取得的成绩，那主要都是8年来领导大家完成的成绩啊，成果和之前的领导没啥关系啊。8年以来，也就是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工作，跟之前没有关系啊，这个话讲的就是很明白的了啊。以前的领导啊，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就别沾光了，我把这事办好了，全是我办的，就这意思啊。那么我们就评价一下。第一个这个扶贫大会扶贫叫脱贫表彰大会，很自洽啊，就是他完美的解释了中共为什么这么伟大，原因是他让大家脱贫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去年2020年11月24号，王健每日观察的有一个专题叫中国式的扶贫戳破大国崛起的神话，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11月24号这个专题。这个专题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实际上按照世界银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因为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那你就不能按照绝对贫困你得按照符合中国大国崛起的这个标准大国崛起就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那么这个贫困标准按照这个世界银行公布的这个标准，那么中国有6亿人口中国目前有6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总人口的 42.8%这就是实际情况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现象。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口多一口气你有6亿人6亿人那是很多国家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现象，这是第一个。因为贫困是个相对概念，那么以这个相对概念来讲，就是世界银行的这个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我们就不讲这个相对贫困以世界银行的这个中等偏上收入，我们就以绝对贫困。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是一年的收入是多少？4854.5元人民币一年收入4800块钱，就是绝对。低于这个标准就是绝对贫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有多少人？中国有2亿2千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那么习近平说，按照现行的标准，他们定的标准是自己定的标准，那么解决了9899万农村的贫困人口脱贫那么如果你解决了9000，我算你1亿了，大数1个亿，那还有1亿2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官样文章吹牛实际上是中国有没有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它是相对的，我们不说绝对贫困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决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2000年去年我们拿美国来比，中国经常拿美国来比那我们就比一下美国本土48个州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年年收入是多少？年收入是12760元美元，就是贫困人口。低于这个标准，48个州低于这个标准就属于贫困人口。那么按照这个贫困人口，月收入是多少呢？月收入是7443元。
那么大数吧，7500块，低于7500块就在美国就算是贫困人口。那么中国的高收入标准是多少？5000块。高收入的人均收入就是5000块。那么这就是实际情况，就是说经常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魅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经济总量。但是你把它一分配到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中国的贫困现象没有解决，同时中国人的收入还是中低水平非常低的水平，而且财富非常的集中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那么这里面这是第一点，我们就评价一下，中共宣称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各种光荣我再读一下，这个光荣很光荣这是这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人间奇迹。其实他没有把事情做好，没有把事情做完，这是事实我们拿数据来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这个脱贫表彰总结大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而且非常巨大的逻辑陷阱。这个逻辑陷阱是什么？我们就算把第一点抹掉，我承认中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我就算承认你这一点，但是你也无法否认无法否认这个中共建政到现在有70年如果你不创造一个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这个贫困现象，你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规模、彪炳史册的这个脱贫的成就呢？是不是？你否则的话，你首先你要创造一个什么？你建政已经70年的时间，那么只有中国社会存在巨大规模的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现象，你才有条件去脱贫，否则你上哪去脱贫你在美国没有办法取得你跑到美国去中共跑到美国去，你没办法在中国取得这么大的脱贫的成就，因为美国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贫困现象。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逻辑陷阱，对吗？在中共在吹嘘他脱贫的伟大成就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中共在过去建政70年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现象，这是问题的根本在这么大规模的贫困情况下拿来吹牛给自己敲锣打鼓，实在无耻无耻到了极点这就是我看这次表彰大会就是这两件事。第一，吹嘘的脱贫，其实中国存在普遍的贫困现象没有解决，中共也解决不了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实在水平太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无能、贪污、腐败那么中国社会现在存在普遍的贫困现象，那么中共的脱贫的功绩这里面存在巨大的逻辑陷阱所以你要首先看到的是中共执政70年造成的这个普遍的贫困现象这是表彰大会那边在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另外一头在干什么？换牌子。换什么牌子那么表彰大会是上午开那么下午16点就4点，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开始换牌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摘下来，换上了什么？国家乡村振兴局那么扶贫办就是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叫扶贫办。
扶贫办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86年86年5月16号，当时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那么93年改名改成是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是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扶贫办？扶贫办当年是什么？当年扶贫办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有区别当时扶贫办，你想86年成立，86年是什么时候？86年正好是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兴旺起来。为什么搞这个乡办企业城市的改革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取得成绩那么农村一部分地区开始红火起来。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乡镇企业的农村非常贫困，贫困到什么地方？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扶贫办的一个主任去乡下，只有一个人出来，家里面有5-6个人都不出来，为什么？后来就支支吾吾问他怎么不礼貌，应该全部出来迎接扶贫办的领导来了。结果后来是支支吾吾，他们家只有一条裤子，其他人都在床上躺着呢，就穷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中共治下中国的老百姓穷到这个地步，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这当时是个这样，扶贫办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那么88年就把这个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和三西三西就是河西、定西、西海固什么都是三边地区这个山西地区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合并变成扶贫办那么扶贫办是什么？扶贫办就是中国式扶贫的主体，扶贫工作是谁干的？就是扶贫办干的那么它有既定的体系、系统和既定的套路那么现在既然这个领导说我们扶贫攻坚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扶贫办就摘牌换上了乡村振兴局，叫国家乡村振兴局。虽然它也叫国家局国家振兴局但是它不是行政机构中国的国家局都是行政部门，比如说这个海洋局这个海关这都是国家局知识产权局这都是国家局，它都是行政机构，行政部门是有执法权那么它像这个乡村振兴局，它不是国家局它是什么？它是个跨部门的协调机构，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行政权力的这个局虽然也叫国家局那么它的任务就是2件事。第一件事，擦屁股。擦什么屁股呢？擦这个脱贫的，这脱贫嘛，都已经全国脱贫已经完成了，但是实际上完成了没有完成，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安排一个5年的过渡期5年的过渡期，万一还没有搞定，这5年还能够这个把这个剩下的事情给办了。所以呢，这个乡村振兴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5年过渡期给自己台阶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振兴乡村这是作为一个总体战略可以做相应的规划工作，这已经是务虚的了因为他没有钱，没有预算就没有用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一头敲锣打鼓表彰自己那么另外一头就是把这个扶贫办牌子摘了，把扶贫办牌子摘了，挂一个乡村振兴局算是这件事情结束那你想一下，中国的贫困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解决。你把这扶贫办一撤掉，意思就是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叫什么？这就叫鸵鸟鸵鸟就是这样的，把头子埋在沙里，你啥都看不见了吗？看不见就意味着现象的不存在了吗？这个习近平执政以后干了好多这种事情
好，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再讲一个，就是中国再批准2个疫苗上市啊。2月25号，国家药监局批准2家公司新冠疫苗注册申请，分别是国药集团的中生武汉公司啊，那么它的这个灭活疫苗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康希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叫五行线病毒载体啊，就是重组疫苗。那么这是第一次中国有的，因为之前已经批准的2个疫苗都是灭活疫苗，那么这次康希诺的就是重组疫苗，这是新出来的品种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讲今天第2个主要的主题就是苏宁易购啊。苏宁易购你可以讲它是苏宁电器，它原来苏宁电器改名叫苏宁云商，然后又改成苏宁易购啊。那么苏宁易购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它的主体，它的控股，它有个苏宁控股，还有个苏宁电器，那么都是它的股东啊。那么苏宁易购啊，新闻是这样啊，他马上就要，他的老板叫张近东啊，张近东将会失去苏宁易购的控制权啊。这个故事呢，可以从哪开始讲？这故事可以从那个6月24号啊，那个2月16号出了一个新闻，什么新闻？黄光裕啊，黄光裕是这个国美电器的老板啊。那么黄光裕出一个公告，什么意思呢？就是黄光裕的这个假释到期，那么等于就是黄光裕正式出狱了啊。黄光裕坐了12年牢啊。那么他是在去年的6月24号给他假释一直到什么呢？到2月16号，黄光裕出狱了。黄光裕是这个国美电器的创始人啊，一代枭雄，潮州人，很厉害，非常强悍。在他没有入狱之前，国美电器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当年是什么？当年就是国美和苏宁价格大战啊。后来最后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苏宁被迫转型啊。苏宁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型。那么这个黄光裕出狱啊，16号出狱，1个星期之后，苏宁出事儿了啊。苏宁出事儿了。2月25号，苏宁易购公告说，这个公司大股东张近东以及第3大股东苏宁电器计划转让公司股权，预计转让比率是25%到20%到25%，受让方属于基础设施行业，他就没说啊。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基础设施行业就是国资委，南京国资委可能成为这个苏宁易购新控股方的牵头机构，讨论这个苏宁的这个债务重组啊。苏宁公告说，交易目前尚在筹划中，尚需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但也可能带来公司控股权的变化，因此公司申请停牌，预计不超过5个工作日。根据这个24号的收盘价，苏宁易购市值是652亿，那么20%到25%的股权合同应该是130亿到163亿之间啊。那么深交所公告说，这个苏宁易购有可能这个控制权变更，所以股票停牌。那么国资委最有可能成为苏宁易购的新控股方的牵头机构啊。那么包括谁呢？投资方包括谁呢？江苏交通啊，所谓基础设施啊，江苏交通，江苏国信，南京新工啊，这都是国企啊，而且都是国企的融资平台。那么曾经市场上传言说，这个
说这个头条就是有可能入股这个苏宁，但是字节跳动出来否认他否认接盘。那么这又是一起这个国进民退的事件只不过呢，这次动静更大，为什么？涉及到苏宁苏宁是目前中国第2大渠道商渠道商就是你讲它零售商也行，国内喜欢叫它渠道商就是它零售的渠道。苏宁易购的股权结构是这样大股东是张近东，持股 20.96%。第二就是淘宝淘宝持有 19.99%。第三是苏宁电器6.8%。那么苏宁电器呢是卜阳卜阳是苏宁电器的副总裁，和张近东张近东是老板，各持股一半。那么第4个呢就是苏宁控股苏宁控股占 3.98%。那么苏宁控股是由张近东和他的儿子张康阳持股。那么去年12月，张近东把苏宁控股的股权全部质押给了淘宝那么这次转让呢，第1大股东就是张近东和这个苏宁电器转让，那么占这个上市公司就是苏宁易购 37.76% 的股权。那么其中苏宁易购有 14% 的股权已经被质押，就是把股票押给银行套钱出来。如果不考虑充分质押的这个前提，那么这个大股东张近东和这个苏宁电器可以拿出来转让的股权是多少呢？ 23.7%。所以他说 20% 到 25% 之间，因为他的股权就 23.7%。那么苏宁的问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市场上基本上已经知道苏宁这件事情估计这次过不去了。那么同花顺的数据截止6月30号，苏宁电器就是苏宁易购的母公司控股也不是控股苏宁电器持有 6.8%。苏宁电器并表，然后易购苏宁易购的财报，苏宁电器共有流动资产2114亿，它的资产有2114亿资产总计总资产4000亿流动负债2200亿，那么负债总计超过3000亿那么实际上它的资产净值不高，不到100亿30多亿，只有30多亿那么从这个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负债已经超过3000亿很大的一个债那么从同花顺披露的现金流的情况来看，苏宁电器是整个的经营这个苏宁的这个我们叫通道商或者是零售商苏宁电器这个经营产生的现金流从2017年开始就是负数。什么意思那我讲完公司主要靠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维持一定的现金水平。什么意思？从2017年开始，苏宁电器的日常运营是亏损的，运营亏损就是支出比这个收入大从2017年到现在它都是亏损的所以它现金流是负数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有2个结果，一个是经营性的结果，就是收支，经营性盈利你的现金流就是正数，经营性亏损你的现金流就是负数。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你还有更大范围，你比如说你总的公司的总的这个财务结果，你比如说把这个折旧刨掉把很多其他的刨掉全部装进去的话，它可能整个公司是盈利的，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经营性可能是亏损，但是经营性亏损其实是一家公司流血不止的状况所以
你从这个现金流的情况来看，其实过去4年，这个苏宁电器的经营状况非常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苏宁易购就是上市公司啊。苏宁易购到去年的10月30号，苏宁易购的总资产是2200亿啊。你看那个苏宁电器是4000亿啊，它2200亿，总负债是1360亿啊。那么你看净资产不多的啊。流动资产是1000亿，那么流动负债是1100亿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流动资产中有308亿为货币资金，但是货币资金它不能动，它因为什么？它因为中间涉及到很多货款啊。那么截止去年6月30号，苏宁电器在银行的授信额度是1700亿。那么它使用了1300亿啊。那么到去年年底，部分银行已经暂停向苏宁放贷，那么有些银行已经开始抽贷啊。那么而且有一些这个贷款的展期还没谈妥，这就是整个的背景，就是苏宁的经营状况很差啊，非常的差。国美好不好？国美也不好，过去3年国美都是亏损。过去3年国美亏了多少钱啊？过去3年国美的亏损达到80亿。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零售商经营状况都不好啊，经营状况都不好。为什么？2个原因，经济不好啊，经济不好，零售商的经营状况不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网购对线下的零售业务冲击非常大啊。那么截止24号，苏宁易购报价是7块钱一股啊，下跌0.28%。苏宁易购是去年年中多少钱？12.55。那么一路跌下来，跌到2月份6.7啊，最低点是6.72，近乎腰斩啊。那我们讲讲张近东啊，张近东呢是中国商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么当年和黄光裕在零售市场上打仗，2个人火拼啊。张近东也是个硬汉啊，张近东很早出道啊，他生意做得很好，所以他能够成为这个中国第二大的这个渠道商。第一大渠道商是谁？京东啊，京东是第一大啊。那么零售行业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成本高，风险大。你选铺一个不小心，这铺选的不对，或者你这个租金签的太贵，你这个铺就是亏损的。所以成本高，风险大，结果是什么？毛利非常低啊。所以你看卖一台冰箱才挣几十块钱，很正常啊。然后它也压占很多的资金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零售行业还有个特点，现金流，很多现金，账上跑很多钱。虽然这钱不是自己的，都要付出去的，但是账上有很多钱。大家知道，当你账上有很多钱，很多现金流，而且这个现金流稳定不变的时候，其实账上的钱就是你的钱，但只是在会计上，因为你花了这些钱没关系，因为反正还有钱进来，还有钱出去，所以现金流是零售商的一个特点啊。那么渠道商、零售商不靠零售挣钱，这大家都知道，他是拿着这些账上的这些现金流拿来干什么？靠现金流去挣其他的业务的钱啊。那么张近东跟马云关系很好啊，这个双方有业务关联。马云做线上业务啊，张近东最初是做线下，现在也做线上啊。那么双方有业务上的内在的关联，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网上啊。那么马云就一直想收购一个这个线下的渠道商合作，这样的话往上往下打通。那张近东不肯卖，当然不肯卖，他地位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江湖地位，不肯卖。但是呢，
张近东有个口头禅，我把苏宁送给你，他最喜欢说的这个口头禅。那么呢，到了2015年，苏宁跟阿里巴巴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呢就认购苏宁这个股票股权，认购多少？19.99，就是大数据20。那么同时，苏宁呢就用他的子公司呢买阿里巴巴的股票，买了多少呢？买了阿里巴巴1.04%的股票，多少股呢？我算了一下，2750万股啊，就是苏宁就拿他的，我估计就是拿他的这个现金流去买的股票啊，那这再借点钱啊。张近东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唯一成功的生意就是买了阿里巴巴的股票，2750万股啊。那么呢，到了2017年啊，苏宁云商就是现在苏宁易购发表公告说，我们公司已经出售了550万股的阿里股票啊，那么占这个苏宁持有阿里巴巴股票的20%。那么卖股票得了多少钱呢？得了9亿4千万啊，很多钱啊。那么值多少人民币呢？当时值62亿人民币啊。那么你从这个我们算出来，这个苏宁云商就是苏宁易购持有2750万股的股票，那么他把这个股票一抛掉，然后中间获利就是你挣的，你买的钱减去这个花的钱，已经超过了2013年到2016年所有苏宁云商的利润总和啊，所以你看啊，苏宁易购手上握的这个阿里的股票，成为什么？张近东开始扩张做其他事情的底气，这也就埋下了张近东失去苏宁的祸根。他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2018年1月啊，这个苏宁云商公告出资95亿，那么购买万达商业3.91%的股权啊，他就跟王健林合作买这个万达商业。万达商业什么情况？万达商业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了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失败的投资。第二个，2017年啊，2017年呢，这个恒大发布公告说，苏宁电器集团那么向恒大地产战略投资200亿啊。大家知道，其实呢，苏宁呢没多少家底啊，因为它零售商毛利很低，一年挣个几十个亿啊，他没有很多钱，他家底并不很丰沛啊。但是他一口气就投了300亿出去，这300亿投出去，苏宁没多少钱，掏空了，苏宁就这么掏空了。那么这是为什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你想一下，从2017年开始，苏宁就开始赔钱，一直在赔钱，靠募集资金来填这个窟窿。然后呢，他还掏了300亿啊，但其他还有没有其他投资？我估计还有啊，但我不知道。他也掏出300，你要做这个战略投资也好，购买股权，那就是真金白银往外扔的。他跟你拿这个流动现金去做一个生意，然后再套回来不一样。这个跟恒大这件200亿的投资，实际上就把张近东给坑了。他原来是预计什么呢？这个恒大像恒大的这个老板许家印跟张近东承诺3年，你给我3年时间，我就是公司上市，你套现就走了。张近东行，好啊，一个上游一个下游啊，你看他一个跟谁合作？跟这个恒大合作。恒大是干什么的？盖房子的这个零售商需要什么铺，所以跟他合作是有道理的，有一定道理的。跟谁合作？跟万达合作。万达干什么的？开这个万达城啊，万达商城的啊，它也是有铺，所以做零售就是目标就是要找铺
那跟这两个地产商一合作呢，他铺有保证，所以张京东是有他的商业逻辑，但是他找错了人，一个找错了一个找到一个破落户，天天缺钱的破落户，那就是恒大。恒大呢天天缺钱，这200亿给了恒大，那就拿不回来了。实际上去年9月，这个最后恒大地产上市失败，导致什么？导致张京东这200亿拿不回来，200亿拿不回来，本来扛一下套把线，最终钱还是回来，这个钱不回来，把张京东给坑了。然后就是恒大再投资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那不是这个猪笼打水一场空啊！这300亿出去，然后这3年下来又不断的在亏损，就是这样。结果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张京东，实际上你看一下，现在张京东已经失去了苏宁了啊，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我历史不能假设啊，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假设一下，张近东不要那么雄心壮志，跟马云合作，战略合作，让马云进来持20%，他去买马云1%的股票，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就做零售，啥都不合作，不什么站投这个站投的不搞，这300亿不掏，其他也不掏，就做零售。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那他手上就还握着2750万股的阿里的股票，那至少你不用把这300亿掏出去，你苏宁的生意应该可以做，好好的做一下。那你300亿掏出去之后，你苏宁的生意也别做，苏宁电器怎么卖？你没有现金了，你像苏宁这样的他有大量的现金，但是你把钱一抽走，他就没办法赚不动了。那么他如果把这生意好好的做，手上再握着2750万阿里股票，那现在日子好过。阿里的股票值多少钱？68.75亿美元啊，那大数4000亿人民币吧，啊，400亿人民币吧。那你一个负的300亿人民币，一个正的400亿人民币，那苏宁的日子就天差地别，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苏宁的故事。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2个主题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总结一下。第一个，2月25号，这个习近平在北京开这个脱贫表彰大会啊，给自己好好的这个表扬了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张近东失去了苏宁，国进民退又已出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在这里再讲一下，昨天上午的这个我们的视频还是没有办法去更新它的系统投放的广告啊。我在这特别的说一下，大概是我们的网友啊，就是比较忠诚啊，就是我们的网友很喜欢看我们的视频。由于一个这样的大数据的判断，所以呢，平台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投放广告，如果我们不自干预的话，平台给我们的视频投放的广告是什么情况呢？2分钟一个，他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网友都会坚持看完啊，这非常疯狂。所以后来我之前不知道啊，经常有网友跟我讲说你的视频这个广告太多，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发现原来可以不用他投，我们自己来安排。那就昨天的情况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最近呢，就网友就没有这种投诉，说我们的视频广告密度太高啊。那么就是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不让他系统投广告，我们自己安排广告，一个个点放上去啊。那所以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广告太密集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了。
之前广告密集的情况全部都是平台造成不是我推卸责任，这是事实。那么昨天的情况是什么？昨天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更新，这个直播结束以后，平台要整理一下视频，然后再你就可以安排广告。但是它整理到现在，这个视频还在整理当中。它整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排广告，结果平台又安排了非常密集的广告。这就是昨天上午视频的情况，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投诉了5次 ，YouTube 平台没有反应我跟大家说一下情况就是这样大概是最近我们又顺利了，所以要折腾一下我们。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大家的有什么高见？蜀山猪，谢谢情绪。王先生今天的话题触碰到了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痛点，绝对的贫困存在，相对的差距拉大，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习所谓的丰碑是建立在人民贫困、落后和血泪之上，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必将成为 CCP 的耻辱柱。观点：中共建党100年，习毫无建树，必须拉一些大旗给自己贴金，公认明显的成绩完全没有，只能用这些难统计的假招数。情况：最近在丽江旅游，丽江古城2个商贩聊起营业情况，都是眼中含泪的诉说惨淡的生意。情况：江苏盐城农村扶贫办强迫贫困老人的家属签赡养文件，金额6000元，签了字就不算贫困人口了，不管到底有没有这些钱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观点：如王先生所说，国内报道中的国际贫困标准每天1.9美元，这实际上是国际赤贫标准，实际的贫困标准是每天3.2美元。广东话有一句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共产党就是这样情绪：家里人和亲戚都去扶贫，有些人住在很偏远的山区，开车去要走险峻的公路。我没听家人说周围有人在这个过程中遇难，但我怀疑那死去的1800个扶贫干部，有部分是因为在路上遇难死去的。如果死了1800人，这是一场战争这才死1800人。我不知道你死了8个人，1个人你就要警醒对吗？你要采取措施哪有死1800人？那共产党都死光了吗？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件事情又可悲又可笑。共产党真的不把自己的干部也当人，他没把中国的老百姓当人看，他甚至他自己的干部也没当人看，对吗？观点：中共就是刮羊头卖狗肉，对内整天吹捧自己脱贫小康，对外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各种无赖无信用，不知道还有多少西方国家相信中共的各种谎言。西方也有 crime wolf 之说如果再不醒来就被中共玩弄也是活该。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把中国把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当作是中国真的是误判真的是误判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广阔的中西部地区，那都是贫困现象的严重重灾区提问：乡村振兴局听名字只是针对农村，请问王老师，那些城市需要扶贫的贫困人口怎么办？靠低保，那养老医保呢？中共农村的贫困现象还没搞定呢，城市的贫困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其实城市的贫困现象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非常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到什么地步呢？所谓的低保是什么情况？低保也就是够你吃个饭，是什么饭？
就是粗茶淡饭，但是你就别生病啊，就是这个情况。而且中国的城市，在中国城市，你生场病啊，基本上就变成贫困人口了啊。为什么？中国的医院是叫什么？血盆大口啊，什么病你进去以后，那就使劲宰啊。所以这个没有底线的国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情况坐标湘西张家界，当地大兴基建，城市建设不错，但是食物价格标的比北上广都高，工资奇低，服务员只有2000到2500，游览车司机2800到3500，物价涨成这样，真的变有钱了，还是更穷了？这外食物价可比台北都高啊。情况，我的亲戚参加扶贫，中纪委监督，定时定点发视频。有些贫困地区交通差，为了晚上及时赶到定点，有车祸死的，出车祸死1800人，这车祸什么车祸啊？一车一车死人吗？1800人大家什么概念知道吗？哎呀，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啊。情绪，10年前看北朝鲜的新闻，周围人都在感慨，怎么会有如此恶心的撒谎、满嘴胡说的新闻？居然朝鲜人也会相信，没想到很快就到自己身边了，而周围人听到都没啥反应，感觉正常。倒退来得如此之快，人民如此麻木啊！你看些鲁迅的小说你就知道。情况，今天跟老父亲一起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聊到当下的领导人。父亲说，现在一心搞官僚主义，不为人民做实事，钱都拿去搞形式主义了。老百姓日子苦，一上来就修宪法，啥心思大家都明白。后面一句是，这样下去会逼得无数年轻人造反。父亲是50年代初的人，没有读太多的书，但经历很多，而且喜欢关注政治，能从他口里听到这样的话，很惊喜。不是所有墙内的人都被蒙蔽的，很正确啊。情况，我认为有怎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而不是相反。当初中共也是打着民主共和的口号，动员老百姓推翻国民党，后来掌握权力了，就实行独裁暴政，枪在他们手里，老百姓也不敢说啥。再后来就是翻来覆去的洗脑和杀人，这是中共这个毒瘤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冷漠和暴力。中共最终会反过来被这些冷漠和暴力吞没。提问，斗争精神是中共看待事物的价值观，他们初心其实是希望每一件事都像打一场战争，认真去干，洗脑的让我们以为以前也这么解读世界，什么用战一场斗去对付，但和平时代根本就不知道战斗是什么，所以年轻人大多数和稀泥了。请问王舍怎么看待中共的斗争精神？我们就不要讲斗争精神，我们就说斗就是一个字，斗。中共从成立的那天开始，中共就是斗，跟外公国民党斗党内自己斗，不断的斗，跟这个党员斗，跟老百姓斗，斗来斗去然后一个是斗，一个是骗骗就是宣传，宣传就是骗。那么他怎么斗？他就是斗是什么？斗是共产党的基因一个是中共产党有若干个基因，一个是斗，他不做事，共产党不会做事，做什么事都掉地上，千疮百孔。为什么？因为他一门心思都在斗所以共产党人脑子里全是斗，跟你整你，搞你，弄你。所以共产党党内就是天天你整我，我整你，一门心思都在干这个，他怎么能把事情做得好呢？所以他事情是做不好。那么最后斗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暴力政治先是政治搞不过来就暴力，肉体消灭
中共的基因就一个是斗，一个是暴力。观点看了几集国内的热剧《山海情》，是习当年主导的闽宁扶贫援助项目的艺术再现，真是自己捧着自己的屁股跳啊！那么我去过西海固地区和定西地区，很多被迫移民到平原地区的人都陆陆续续回到原住地，他们忍受不了政策和观念的歧视，当地的干部都是靠这些捞钱摄取升官的政绩。情况前年反送中，中共给港澳居民在广州自由购买房落户的权利。有个广州朋友说他不懂为什么政府都给大陆人没有这个权利，港澳还要闹啊，都给大陆人没有的权利，港澳还要闹啊。我跟他讲，港澳台人应该不会觉得自由落户是福利，因为他在我们的体制内落户就是自由的。中国社会真的普遍存在把别国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当成政府的恩惠，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还大声的感谢政府。我慢慢可以理解墙内的朋友到底有多无力了啊！观点，相比中国大陆，我觉得台湾官员好可怜，做的要死要活，取得巨大防疫成绩，大家还在骂政府啊，骂政府只有国民党啊，骂政府的只有国民党啊。提问，王 Sir 你好，我正在纠结在大学里要不要入党，内心有很多顾虑，怕20年后因党员身份被清算，想法有点幼稚，但我确实为此不安。请王 Sir 谈谈对党员身份的看法，谢谢。我其实没有什么资格，我因为出身不好，我父亲是地主，我妈妈是华侨，所以我没有入过党，我还没有入过团，所以我一直是群众，我的政治面貌一直写的是群众，所以我真的无法体验一个党员或者入党前，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入党啊，而且我不觉得我需要入党，而且我认为我根本入不了党，共产党不会要我啊。我们家基本上你看哈，我父亲地主，我妈妈华侨，他们都是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黑五类我们家占3个，你说我能入党吗？入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家3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谁觉得他需要入党，我也活得挺好。那么入党，现在的中国人入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会有好处。你不入党，你可能会被歧视，或者你会被打入另册。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的 vision 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如果你的未来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那你一定要入党。那你现在又担心共产党万一倒台我被清算，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你自己要衡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要想清楚，你现在你就想，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就要想5年之后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想明白，搞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再建立从你现在这个点到你未来要的生活中间的这个里程碑，各设10个里程碑或者5个里程碑，一步一步去实现。中间包括你要不要入党。所以我们的人生很重大的决定是由什么决定的？不是由局部的利弊决定的，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你的愿景决定的。你有什么愿景？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爱好偏好？把这东西放在一起，建立你的里程碑，一步一步去实现。人生应该是脚踏实地，这就是脚踏实地。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规划和方法，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办，好吗？观点按照列宁主义，斗争是专政继续存在的前提，所以中共一直斗争不止。反正中共就是斗啊，中共党员身上他的你看到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一个字，斗。那么他血液里的基因是什么？暴力啊！
斗和暴力就是共产党啊。情况我哥和我姐挂了几个贫困户，对于不能完成扶贫工作的公务员是要处分的。我哥在饭桌上说一个月400，在农村用不完，全家愕然。现在的公务员脑子洗得真彻底，他一直说共产党如何好，贪官也是共产党抓的。我问他为什么等他们贪了这么多才抓，贪几百万的时候不抓，明明是站队问题，跟贪不贪没有关系。他无言以对，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